青天白日，我家闹鬼了！你除了往我家拖垃圾，还会干什么？还来！这么能装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装下江河还是湖海！将军，再拖下去，镇关守不住了，突围吧！您是战家最后一人。镇关一破，蛮族南下，几十城皆亡，本将不能弃城而逃。可城中已经断水半年，最后200匹战马也撑不了几日。杀！先让2万将士活下去。将军，真是水！天不亡我战家军！将军府有水，神赐圣水。半年了，我终于喝到水了。若真有神明，请再救他们一次。叶小姐，您家是不是没关水龙头？一天用了100多吨水。100多吨？你是花瓶还是水库啊？还真能吞。水能吞，饭能不能吞？我家花瓶真成精了。米是白米饭，有肉。分。将军，这是神明赐给您的。城中将士和百姓比本将更需要，带回家救你们的妻儿。谢将军。你还敢吐灰？行，你做初一，我做15。吃，都给你吃。肉，将军，这里面有盐。神光现灵，传令全军，镇关不降了，我们守到神明再次回应。哼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往我家运垃圾！爹，我再也不吃东西了，别把我换走，我听话。将军，瑶儿，我的瑶儿！放开！不换他，我们都得饿死！你昨天喝的肉汤，不就是你小女儿的肉吗？拔从军。将军，求您护着我的孙女，我把这些草根都给您。我受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满城的白骨，还是吃人的地狱？神明在上，弟在战城营，愿以我项上带忠魂为祭，求您殷加赐出水与食，救救镇关10万军民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，魂飞魄散。又来，你是不是跟我家地坛有仇啊？这不是小说，是真的。10万条人命，我救还是不救？一个丫头片子凭什么拿几百亿？天狼，我们白养你了！爸妈就是被你克死的，你怎么不去死？爸妈，我好想你。你也是一个人守着一座城，我也是一个人守着一栋空房子。你好，我不是神明，以后别往我家扔带血的垃圾了，很难清理。你说镇关缺水缺粮，最缺什么？我尽量帮你。真的痛了。我不是神明，我叫叶嬷嬷。多谢叶神，多谢叶神救命之恩。神问我最缺什么？我最缺的是让万人活下去的希望。镇关最缺水，其次是粮。若能得水，10万居民皆可活。10万个人，一天一个馒头就是10万个，一个馒头7毛钱，一天7万。算了算了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命没了就真没了。我的小金库一下少了一半。我靠！
等着，明天就给你们送水送粮。将军，那是馒头。是肉，真的有肉！多谢夜神，多谢夜神救命之恩。李叔，你也吃一个。老奴活了60多年，从没吃过这么白这么软的馒头。把食物全部运到军营，按人头分发，每人2个馒头，1个包子，老人和孩子优先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吃不上白米饭了。宝宝，你有救了，我们都有救了。大家看，这是白米饭的纸，将军府明明有粮，却私藏起来不给我们吃。将军府没有粮，速速散去。是你抢了我们的饭团，还打我娘！你吃了我弟弟的！说你的肉饭团是哪里来的？将军，我们真的快饿死了，就算被你杀了，也想做个饱死鬼。什么50万个馒头要等10天？米行库存只有200袋大米。10万张嘴等着吃饭，10天，人都饿死了。对了，我家有井啊，把这3袋米传过去，不然我把你锁进地下室。哇，还能1年传送。将军，来水了！神明送水来了！他们不知道，这救命的水来自2000年后的一个普通女孩。神明还送了300斤大米，50斤面粉，全送去军营熬粥。1个时辰后，后门不限量放水，大家去后门排队。1个时辰后放水，先到先得。魏哥，300斤大米啊，够咱们吃3个月了。现在就去抢！抢！你没看见刘四怎么死的？战场去杀人不眨眼。你说什么？神仙？将军府里有神仙？世上真有神仙？赵有才，你带几个人去打水定烧，我去军营看看能不能运点粥。淼墨，可算逮到你了，哥给你介绍个大老板。不错不错，老爷的闺女长得真标致，晚上就跟我回家，把家里卫生打干净伺候我儿子。神经病！这事可由不得你，彩礼都谈好了，你名下的股份就是王总的了。小姑娘别不识抬举。光天化日之下拐卖妇女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误会，她是我堂妹，我们只是相亲，相亲需要动手抢人，带走。轻微脑震荡，软组织挫伤，已经构成轻伤了。给你一条大新闻：华王集团王总当街绑架年轻女子，意图强行囚禁，想抢我的财产，我让你们牢底坐穿。看上什么了？我不卖，我想让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。大齐国只存在了50年，风靡于天灾人祸，这是我见过唯一一件大齐国的文物。那大齐国有没有一个叫战成营的？你知道他？大齐第一战神，16岁上战场，20岁封一品明关侯。正好21岁。他可是能凭2万挡住西蛮总监将领。这只99，您能出多少钱？2个亿，这还是保守价，要是上拍卖会只会更高。不够。我有一对。5个亿，我出5个亿。我只有3个亿现金，你等我半小时，我叫人来。完美，太完美了！这工艺领先同时代几百年了。小姑娘，这对酒珠我们博物馆要了6个亿现金，现在转。没问题。6个亿购买多少粮食？小姑娘，你还有没有其他大齐国的文物？我们博物馆高价售。没有了。战成轩、镇关的10万军营，我也不会让他们白白痛死。王老板，你仓库里所有的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，我全要了。多少钱直接报给我，马上转你。全要了，叶小姐，那可是几10万斤呢。对，全部送到我郊区的仓库。另外，帮我联系一下周边的米行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他不知道，他的这通电话即将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。战成廷，我知道你会死在21岁，死在镇关，但是现在我来了，粮食我给你，药品我给你，武器我也会想办法给你，守住镇关，守住你的大旗。叶神，谢谢你。将军，米行的车到了，200袋药和50袋面粉全送到了。传令下去，今晚全军加餐，每人2个馒头，1碗粥。小友留步，你要是还有大齐国的物件，千万别卖给别人。所有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、玉米，我全要了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姑娘，我这有5000斤白菜，给你算5毛1斤。我这有3000斤土豆，全给你。
60吨蔬菜，够10万人吃3天了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开医院吗？30本新华字典，30套赤脚医生手册，30本孙子兵法，还有这30本民兵军事训练手册。对，全部打包。战成云，能给你的我都给你，能不能活下去，就看你自己了。他不知道，他买的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，即将在古代创造一个奇迹。将军，昨晚清点人数，又饿死了17个弟兄。蛮族昨天又在城外叫阵，弟兄们宁愿战死，也不想饿死。再等等，神明会给我们送粮的。将军，伙夫说今天中午炖肉，还有白面条。炖肉？我没听错吧？肯定是断头饭。将军终于要带我们突围了。能吃上这么一顿好的，死了也值了，比吃观音土强多了。弟兄们，你们看，神明的水赐给我们留，以后我们粮食再不用到吃了。真的，多谢神明，多谢将军，死守镇关，死守镇关。谢谢你。2点了，该传送了。还能及时回信，这效率比快递还快。走，带你去仓库收蔬菜。这是药，这么多药，真的是消毒水。有了这个，弟兄们的伤口就不会感染了。这是什么书？字怎么这么奇怪？赤脚医生手册。啊，这是医术，神仙的医术。小叶啊，你这是捐给哪个灾区啊？这么多菜。一个很远很远的灾区。已经跑了，将军府前广可容纳万人。神明要送蔬菜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半年没吃过青菜了。恭迎神赐。太爽了，这比玩消消货还过瘾。娘，是甜的，玉米是甜的。多谢神明，多谢神明救命之恩。将军，京城800里急报！朝廷不给粮不给救，就让我们2万弟兄送死！将军，蛮族30万大军就在城外，没有救援，我们守不住的。徐怀将军的10万人马，离镇关还有多远？这是真的白菜，新鲜的，赶紧吃，吃完干活。甜的，是甜的。货送完了，还缺什么？够吃1个月？开什么玩笑！200担米，60吨菜，2万人喝粥都不够。你们没有大锅吧？我现在去买。这金刚比玄铁还硬，要是打成武器，定能削铁如泥。将军把这些锅融了吧，给弟兄们打兵器，战斗力能翻1倍。神明说了，这些是用来做饭的，谁敢动，军法处置。1日2餐，1荤1素，顿顿白米饭，莫想这辈子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就算明天死了也值了。多谢神明大恩，我等愿为神明效死。我长这么大，别说吃了，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菜。给林将军和陈奎将军各留1份，剩下的大家一起吃。将军，不好了，物资被流民打劫了。上百个流民把物资拦在巷子尽头，林将军被围住了，陈奎将军断后，好多弟兄都受伤了。所有人跟我走。将军，那这小煮泡面煮好了，给受伤的送回去。今天要么留下粮食，要么从我们身上踏过去。我儿子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再没有吃的他就要不行了。将军，他们都饿疯了，根本不怕受伤。全都住手！将军，我知道抢军粮是死罪，我受罚不要紧，求您给我孩子一口吃的，他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当家就是大吃律法，抢军粮按军法处置，来人全部拿下！所有参与抢劫的押去军营充军。
拦路者清理现场，到军营登记劳作抵罪。传令下去，将军府后巷架锅煮面，每人1碗面。对了，将军府果然有大量粮食，咱们组人头闯进去，保你几个花不完的钱。这全是你来的，只要咱们敢打开城门，给他们1万两，他们果然做事真花心，才1晚上口。天亮之前不答应，你和这个哑巴都活不过明天。走，现在就去将军府。开仓放粮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蛮族耳朵里。将军，老夫没什么值钱的，这是我儿子当年求学用的墨，求您收下。从今以后，每日2顿白米粥，管够。大家再也不用吃草根树皮了。但是修补城墙、开垦荒地、打造兵器，需要大家一起出力，愿意吗？叶神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我会守住镇关，守住这10万百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方方正正的，还滑溜溜的。将军，它发光了，是活的。神仙世界的人怎么穿得如此随意？原来不用糯米也能砌墙，这水泥比糯米石灰坚固100倍。神迹，这简直是神迹！将军，不好了，这儿不是蛮族细作，他今晚要打开城门，放蛮族大军进城。消息可靠？千真万确，他已经拉拢了10几个地痞，约定今晚西城门接应。传我正好，我正愁没机会给帮蛮族一个西城门，等他们进来，关门打狗。叶嬷嬷，你个丧门星，克死我儿子还不够，现在又害我大孙子坐牢。今天你不跟我去撤案，别想活着离开！下来，赶紧给我下来！老太太说了，不撤案就把你逐出叶家族谱。逐出族谱？你以为我稀罕？你们家的房子、车子，全是我爸出钱买的，10几年的欠条加利息，够你们全家坐10年牢。现在要么滚，要么等着收法院传票。你个小贱种，我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养你爸这么大，他给我们点钱怎么了？你个赔钱货也敢管我们叶家的事儿？奶奶！物业吗？调一下小区北门的监控，有人碰瓷，我的车没撞到他，后续任何问题概不负责。先去买物资，战成町那边还等着救命呢。离婚，不然我烧了你全家！当年我妈没跟你们算完的账，现在该清了。姑娘要点什么？所有糯米、糯米粉全部包圆，绿豆、黄豆、黑豆各来10袋，5公斤装的大米面粉各30袋。好嘞，还有别的吗？配好的马精料来50袋。50袋？姑娘，你养了多少马呀？急用。来来来，搬货了！姑娘，送你几坨盐砖，喂马用的，下次有需要还来啊。谢了。下一家继续扫货。神明，您何时才会送来粮食？将
上熬粥用了20袋大米，现在就剩30袋了。军营那边也快断粮了，200匹军马已经3天没吃上精料了。再等等，神明一定会送来的。可是将军，百姓们已经排了1夜的队了，再没有粮食，恐怕要出乱子了。神明，神迹，是神迹啊！将军，是马料，是配好的马精料啊！200匹军马有救了！我的天，神明的马吃的都比咱们人好，全是精细粮食啊！多谢神明。糯米和石灰已经在路上了，教你用糯米石灰砌墙，比水泥还结实。50多包糯米，够了，足够浇筑整段城墙了。将军，这下蛮族再攻城，咱们的城墙就再也不怕他们撞木了。库房还有多少石灰粉？回将军，城墙下的仓库还囤着300多扇。立刻调所有能动的士兵和百姓，把糯米和石灰全部运到城墙下。今日就动工修筑防御工事。是，将军。神明不仅送来了粮食，还送来了水。有了这些，镇关城就守得住了。每日2顿饭，1荤1素还有汤，主食是白米饭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稀粥，是蒸米粥了。我长这么大，连白米粥都没喝过几回。传令下去，马房的人把所有军马都照顾好。等咱们的马养得膘肥体壮，就去勾引蛮族那些瘦得站不稳的小母马。哈哈哈！将军英明，到时候咱们就有源源不断的军马了。石灰来了，还有神明说的3轮车。这石灰比咱们大齐国最好的还要白净细腻10倍，果然组成不同凡响。石灰收到了吧？我买了脚踏3轮车、煤渣和木炭，平板传过来，我教你怎么用。比咱们的平板车轻便多了，还能装这么多货，简直是运货神器。将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全是铁做的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块精铁，得值多少银子啊！将军，这是何物？怎么还能发光？里面还有小人在动。果然是神仙之物，居然能听人的话。这画的也太像了，这比京城最好的画师画的还要逼真100倍，连我脸上的疤都一模一样。这就是神的力量吗？先办正事，把所有3轮车都拉出来，运石灰去城墙下。将军，我来试试。太好用了，比骑马还稳。把剩下的粮食分一下，给每位副将送1袋大米、1袋面粉，还有肉和菜。将军，军中的粮食不多了。我信神明，他说下午送粮，就一定会送来。将军，这可使不得！昨夜带回去的饭菜，家里人已经吃得很满足了。军中粮食紧张，还是留给士兵们吧。是啊，将军，按照您说的标准，今天1天就得吃掉100袋大米，明天的粮还没着落呢。拿着，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是我这个将军的失职。至于粮食，神明答应过的，就一定会兑现。你们放心，
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就能顿顿吃肉。多将军，我等定死守镇关城，不负神明，不负将军。将军，叶巡师抓到5个奸细，想要偷偷出城给蛮族报信。人呢？都要读自尽了。我们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这个，已经让我们的百姓翻译过了，上面写着：城内有粮有水，请漠北王速速攻城。城内有粮的消息还是瞒不住了。将军，蛮族一旦得知消息，必定会倾巢而出，疯狂攻城。咱们的城墙还没修好，这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有神明秀助，别说一个漠北王，就算他6国联军再来一次，我也能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戒备，加派3倍人手巡逻城墙，所有修筑工事的士兵日夜赶工，务必在3日之内修好主城墙。是，将军。来吧，这次我让你们有来无回。我军只剩2万残兵，没有战马，兵器大多锈钝。一旦城内有水有粮的消息传开，漠北蛮王定会倾巢而出，哪怕拼尽全族也要拿下这座城。将军！这就是神明说的美。比木材耐烧10倍，温度更高，正好用来锻造兵器。可惜城中没有铁矿，不然将士们就能换上新武器了。哦，这是铁还是钢？金刚是比黄金还珍贵的金刚啊！我们有金刚了，终于能打造新武器了。目前有北飞弓箭终于能用上了，还有那些青铜长矛，全都能换成金刚的。多谢神明，多谢神明！将军，末将已经登记了城中所有铁匠的名录，有了碳和钢，马上就能开工打造武器。去吧。多谢将军，多征召些人手，凡是被录用的铁匠，每月发2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颗白菜，打造期间包2餐食宿。如此众筹，百姓们肯定抢着来。战成印，这次够你们吃一阵子了。小叶啊，你买这么多水泥砖头干什么？还要租2个仓库？杨伯伯，南方发大水了，我买点物资捐过去。你这孩子心善。到饭点了，我先去吃饭，下午我再过来。不用了，杨伯伯，下午我自己守着就行，您回去休息吧。叶小姐，您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爱心。您要是还有需要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在这行干了10几年，别说几千袋大米，就是几万吨，我3天也能给您调过来。真的？2万袋大米3天能到吗？没问题，别说2万袋，就是2万吨，我也能给您凑齐。对了，叶小姐，抗洪的话，光有大米可不够，皮筏艇、矿泉水、泡面、火腿肠、自热火锅这些才是刚需，我也能弄到。行，这些我都要，3天后送到这个仓库。好嘞，叶小姐您放心，保证按时送到。传送这么多物资，果然很耗精气神。杨伯伯，下午我守仓库，您不用过来了。你好，帮我做一条横幅，就写抗洪物资捐赠点，马上送到城郊这个仓库。陈将军，将军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么多大米，够我们全军吃1个月了。终于不用再喝稀粥了，终于能吃饱饭了。陈武，立刻调所有人手，把粮食运到城西大仓库，准备接收水泥和砖头。是，将军。
这样就没人怀疑了。接下来3天，等着米行老板送货就行。等这批物资送过去，战成轩就能安心修城墙了。将军去！陈后来报，漠北蛮王亲率10万大军已经离城不到50里了，先锋骑兵明日就能抵达城下。来得正好。以前我们缺粮、缺水、缺武器，只能被动防守。现在有神明下注，该让蛮族尝尝我们的厉害了。将军，末将愿率本部人马死守城门。放心，这次我要让漠北蛮王有来无回。将军，清点完毕，大米20万斤，面粉2万5千斤。按照每人每天半斤大米的标准，够全军吃21天。如果1顿米饭1顿粥，能吃整整1个月。21天，我这辈子都没敢想过能天天吃白米饭。以前朝廷发的军粮全是掺着沙子的陈粟米，现在我们吃的比皇族还好。20天不够。将军，播种到收成要半年，我们困在城里，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，10万人要吃饭，这点粮食远远不够。将军，是神明的消息。多谢神明，多谢神明。我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，加上百姓的份儿，能吃4个月。在粮食种出来之前，再也不会有人饿死了。多谢神明！传令下去，全城征兵，凡参军者，每月发4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斤蔬菜。宋铎继续打造兵器。毛杨伯加派3倍人手巡逻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一个奸细。陈奎、陈武负责征兵，是。其余所有人立刻去修筑城墙。4万对30万，就算有粮食，也守不了多久。神明又投喂了，将军您吃吧，我和许明在军营吃过了。一切真的太像，还有炒猪肉和包菜，比我过年吃的还好。是啊，以前吃的那些掺仓的粟米根本没法比。带回去给李叔，他年纪大了，身子弱。多谢将军。蛮族主力就在30里外，最多3天就会攻城。城墙还没修好，兵器也只打造了不到一半。没想到有枪的话，2万人打30万根本不是问题。唉，忘了国内禁枪了，买枪会坐牢的，到时候谁给他们送物资啊？上万支枪加弹药得好几亿，而且运回来也是个大问题。枪买不了，防弹衣总可以吧？陶瓷插板加钢板，能防刀砍箭射，还能防手枪子弹，比古代的铁甲好用多了，还轻便。虽然没有枪，但有了这些，士兵们的伤亡能减少一大半。战成熙，等着我，这次我让你们刀枪不入。将军，城墙已经加高了反尺，
预计明天就能修好主城墙。兵器打造了1000把金刚刀，500支长矛，还有3000个箭头。新兵也征了15000人，正在城外空地上训练。很好，蛮族先锋还有多久到？事后来报，明日午时就抵达城下。蛮王的主力3日后到。今夜全军戒备，所有百姓撤回城内，关闭4门。是，将军。神明，这次全靠你了。对，2000件最高等级的防弹衣，带陶瓷插墨的，还有2000件防刺服，500面防爆盾，3天之内必须送到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加急给您发货，保证按时送到。有了这些，至少能保住大部分士兵的命。叶小姐，您要的2万吨大米、1万吨面粉，还有抗洪物资都准备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发车，后天就能到仓库。太好了，麻烦您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能为抗洪出份力是我的荣幸。粮食后天到，一共300万斤。能防刀砍箭射的神医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做好战斗准备。3日后，与蛮族决一死战。大部分都是 cos 道具，根本挡不住刀剑。您好，老板，要什么兵器？我们家都是纯钢打造，质量保证。我要盔甲，能防刀剑砍刺的那种。你拿长剑砍一下我看看。怎么样？我们家的盔甲都是按照古代军用标准做的。用你家开刃的唐麻刀砍。唐麻刀，那可是重兵器。我要上万副。你试给我看，没问题，我全要。上万副，好，您等着。这个，你仓库里有多少盔甲？现货1000副，这东西造价高，压了5年都没卖出去。1000副我全要，再给我做3万副，5000块钱一副，今晚就发货。您说什么？全要？唐墨刀有多少？5000把，都是开过刃的。80块一把，全要。再给我来100把秦弩，10万支箭。成交！我马上安排装车，今晚亲自跟车给您送过去。一共2.2亿。神明，您还好吗？是硬给您添麻烦了吗？让神明忧心是印的错，印定不会辜负神明，定会带领全城百姓突围。神明若是累了，便早些休息。这个傻将军，平板传过来，我给你下教学视频。这就是正官。怎么会这么苦？连双鞋子都没有。不行，我得给他们买衣服和鞋子。买兵器花了2.2亿，剩下的钱不够买4万套衣服鞋子。对了，还有战成亭上次送我的黄金。明天就去古董店，把这些都卖了，一定要让每个士兵都穿上新衣服、新鞋子。1000副盔甲，5000把唐磨刀，100把秦弩。神明为了我们，竟然花了这么多钱，我该怎么报答他？神明为了我们耗尽家财，我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他的恩惠。将军，
您这是？这2柄剑是先帝御赐，这2幅画是前朝大家的真迹，先送给神明当定金。好剑，这可是真正的古董啊！神明，是印不对，一直未曾付您酬金，这些先给您。明日我会到将军府，再将库房里的黄金玉器全部送来。神明大恩，明日我便组织全城百姓为您修建庙宇，日日香火供奉，让您受万世朝拜。不用建庙宇，我不是什么神明，我叫叶嬷嬷，你叫我名字就行。不可，您拯救了镇关10万军民，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神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这个倔脾气的将军。神明，蛮族先锋已到城下，明日正式攻城。全军戒备，准备迎战！对付游牧民族的所有战役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有了充电宝，至少能用1个月。神明，兵叔作战经验正是应急需的，太感谢您了。早点休息，我准备放水了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军卯时集合，学习唐关刀和秦弩的用法。是，将军。真神奇啊！明天就去古董店，把那些文物都卖了，一定要让每个士兵都穿上新衣服、新鞋子。小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！上次你送来的9军已经上交国家，咱们的历史书要加上大齐国了，这全是你的功劳啊！这就是大齐国的刀币，还有铁币，野史记载果然是真的。看这背面的大齐铸造铭文，太珍贵了。小姑娘，还有好东西吧？有文字的竹简，大齐国的文字。这是一封诀别信，一位叫郑的商人被困在镇关，临死前写下遗嘱，让妻子改嫁，把财产留给父母和孩子。小姑娘，这3枚钱币和竹简，我给你2个亿，全要了。这是，可以，尽快打款。这是3毛钱一斤。大家的西瓜我全要了，5毛钱一斤。真的？5毛？真的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战成厅，这次让你们吃个够。神明的物资应该快到了，明日就是决战之日。神明说今天送物资，你带人守在这里，东西一到立刻清点。是，将军。是西瓜，神明送西瓜来了！活的，是活鸡，我们有鸡蛋吃了。
清空武器仓库，第一批装备到了。将军，好刀，金刚打造，吹毛刃断，比我们最好的铁剑还要锋利10倍。有了此刀，蛮族骑兵何足惧剿？1000副盔甲和一把秦弩，明天到，好好打。属下打造兵器半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坚韧锋利的长刀。咱们自己练的金刚，跟这比起来，差远了。将军，这铠甲太神了！放！我的天，射了这么远，比咱们的弓远3倍还多，威力也太吓人了。将军，这秦弩太适合守城了，要是有1万把，蛮族根本靠近不了城墙。对啊，将军，求神明多赐些秦弩吧。我将回家就开库房，把所有钱财都献给神明，说声神明再赐些。我等也愿献上全部财物。好，本将军这就向神明求弩。全军集合，准备迎战！